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米姐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学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欢迎今天特别来宾李四，跟李廷威。廷威，于老57分28秒，10万元，10万元加价的，我靠！突然加码了，拍姐，57分28秒。不到时薪哎，不用时薪哎，50几分钟就可以赚到了，刷不到你自己看着办。好，我一定会刷到的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无钱变做亏磨鬼。我们现在人在坚石大桥，我们要请于老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走喽！喜爱单车，热爱单车，没有单车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就活不下去，甚至就会无法生活的单车痴、单车狂。全球华语车坛的车友们，大家好，打个后，抬个后。我们现在人在坚石大桥，我们今天要请于老。于老呢是北台湾一个很著名的爬坡路段。这边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爬坡能力的展现。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廷威，全台湾最强壮的车手，帮我们骑于老给我们看。台湾最强的车手骑于老到底要骑多快？我们非常好奇。过了这个坚石大桥，准备 start， 计时开始。我们邀请除了廷威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来宾李四。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李四。今天非常开心可以上邱哥的节目，这是邱哥频道创立以来首次发通告给我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邱哥，这个通告费说真的啦，有一点点低于市场行情，但是我们怎么样？友情相挺。对，友情相挺，你算是打折给我了哈。对，有打蛮多折，打折给我了，拜托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反正我们就是，这个 VIP 角度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这个真的太爽了，这个角度。这个角度真是太爽了，而且现场靠 live segment， 他现在由我们荧幕画面来看，他现在已经领先小杨哥33秒了。不用照，你就照他就好，没关系。以前的这样，而且我发觉突然这样子靠 Strava Live Segment 好轻松哦，真的轻松啊，好轻松舒服哦。哇，我们看到廷威的空力姿势非常的 aero， 他现在我觉得廷威现在骑车又在另一个程度了。是，我已经观察他非常久了，他从器材的设定啊，到他最近训练的状态，基本上妥妥的。对，就是已经，我认为就是已经到另外一种程度，可是到底到哪一种程度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必须要从于老来检视。但是现在遇到一个大问题，现在是蛮大的逆风哦。有点逆风，今天的逆风蛮大的哦。他现在已经领分1分20秒了呢，会不会太快？所以这个逆风不造成任何威胁。对，我现在看到那个平均功率大概是300瓦，因为我这边现在 GoGo 上也有挂一台 Garmin Edge 850。哇塞，这个邱哥今天的准备是非常万全，他从手机这个 Live Segment 跟 Garmin Edge 850做同步的监测，因为 Garmin Edge 850也算是本部影片的赞助厂商之一。是，你听说你有拿到 Garmin Edge 850？没错，最近正在玩耍它，玩了3天，开始用了吗？开始用了，好用吗？体验非常好，非常舒适。我觉得它类似缩小版的 Garmin Edge 1050，不是类似，就是嘛，就缩小版的嘛，对不对？只是说，毕竟它面板非常的高级，它目前要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电量的问题。对，电量要这个，因为确实它电量比840跟1040系列现在左弯开始，左弯爬坡开始，这边左弯是稍微陡一点哦。通常这个左弯，廷威靠小盘了。李四，你这个左弯会怎么骑？其实老实说啦，这个左弯不需要过度用力，因为前面又会有下坡。你现在过度用力的话，会变成说一种间歇的感觉，还是要抓配速了，把力量留给下坡，就是说在坡顶前加压就好。很多人骑于老不懂，他一看到坡就很兴奋，很兴奋，他一左弯就一直用力，但其实呢，要到坡顶再用力，就是利用它的惯性啊，对不对？利用惯性把它带上来就好了，这样速度才会快。对，不然很多人一开始用力有没有？到坡顶的时候很尴尬，其实速度又慢下来，其实没有意义。哇，现在已经领先2分04秒了，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呢。可是廷威的功率并没有很高，现在单圈功率大概落在316瓦而已。是，所以代表可能是技术蛮重要的。那因为于老山区路幅有限，所以我们要闪一下汽车。不过这就是摩托车的好处啦。用 GoGo 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安排 GoGo 了吗？不太知道，因为声音比较小声。维护频道最高品质。对，最高收音品质。所以你看我，其实我心思蛮细腻。
非常细。对对，胆大心细。不要看邱哥常常四脚大仙，其实啊，这个胆大心细。对我是各方面都有设想周到这样子，胆大心细。那我们趁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廷威的那个龙头，它的龙头设定，这居然是翘这么高。其实我昨天有试骑过他的车，是爬坡非常好处理。哦，对我只是试骑一下而已，就觉得爬坡是很好处理的。那你觉得它好处理的点就是这个龙头的关系吗？龙头就你握在把手上，对你龙头比较高会更高，而且他看现在要转 aero 姿势，因为现在有一段平路哦，这段平路我们摩托车也要有一定的技术才追得到哦。我后面很刺激，对，要夹好，要夹好，夹好，哎，刚刚玩得很高，哦，夹好，很刺激，对，哦。我们这个骑摩托车技术要练，也是要练强一点的。刚刚是不是有跟各位分享，反而是下坡跟平路要加压？有没有？这里瓦斯就开始吹出来。对，要开始加压。爬坡含蓄一点。对，高手的骑法。对。哇塞，这个画面真的是世界级耶！世界级，我们期待哈，我们期待我们强联手，可以做出世界级的单车影片。目前放眼国际，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。我们不是说好要让全球华语车坛的车迷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车迷？是，由我跟李四哈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啊，这边开始转陡坡了。是，对，这边开始陡，所以这边呢，通常我这边脚就开始酸了啦，通常是这样啦。啊，但这边也要注意了，还是有个小下坡啊。其实还是有个小下坡。这边我于老其实骑了很多趟了，我的Strava有记录以来，我印象中大概70趟。多少？70趟。哇！所以你对于老有很深的感情？我非常的熟，而且也有很深的感情，没有错。我们右边有看到一些梁柱，有没有？那个有没有跟你下面有87分像？严格来讲是不太像了，这个没有这么长了。这个就是生殖器官。对，这对原住民而言，他们是生命的泉源。其实我们边有摄影啊，真的就是生命的泉源啊。我们就从这边出来的，这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刚才聊到于老，你是骑了70几趟啊？大概有70趟。哇，那你对于老真的是有很深的情感。我非常的有研究它，虽然我挤不进前10，但是我非常了解这里要怎么骑，把它骑好，我大概知道怎么骑。对，那我个人也是对于老有很深的情感啦，所以才要安排廷威来这边于老靠一趟嘛。对，我们可以来前面下坡喽，前面下坡要住好哦，最好。对，这边下坡一定要夹好。对，要夹好。这边下坡我要夹好。对。我靠！太可以了！各位注意哦，这是爬坡哦，好。前面来到一个我们很关键的路口，通常菜鸟呢都会走错路。是。菜鸟会直走往那个天湖部落、梅嘎浪部落。没错。那个因为直走比较顺嘛，其实我们这次要左转那个这个左转其实之前有个雕像，你知道吗？泰雅勇士的雕像。我知道。那时候你骑车了吗？我骑车了。你骑了，好转。哦，刚好被车挡过。转，廷威。哦，刚好廷威这是选择相较安全的做法，绕大圈。就是说没有，你不要跟汽车撞同一条线。是。对，有风险。然后这个伸缩缝要小心一点，这个伸缩缝，影片昨天有教。对，不要做任何动作。对，不要做任何动作，压车也不行。我是不是也有看啊？有，这个我们是水沟盖跑法教学。对，伸缩缝。好，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，这边正式进入我们所谓的爬坡段。这一段会有1公里的稍微陡峭到青蛙石，大概1公里10%左右。这边，所以你的看法是这边其实也是不能太用力，含着骑，稍微含着。对，尽量不要用大力抽车，尽量含着。像这样坐姿，你看廷威目前是不是都没抽车？对，他现在都是以坐着骑靠大功率为主。现在看到平均功率是336啊，8分43秒336啊。因为等一下过了青花石之后啊，会有一段缓坡。纳罗前。对，大概就是1%、2%、3%这种。对。前面那个天然谷温泉，你有去泡过吗？说真的没有。那我改天我带你去泡。好。对，是裸的吗？还可以啦，大众池还不错。好像还没跟你坦诚相见。那改天我们一起去泡温泉。坦诚相见一下。这边刚才我们经过了那个刚才梅嘎浪部落那个岔路口有那个美人汤，锦屏美人汤。锦屏美人汤你有去泡过吗？
有锦屏就有了，锦屏就有了。对，哦，是跟谁去泡过？这个就是前妻，前妻不是前任，是前妻。好，对。好，锦屏呢这边的水质是属于碳酸氢钠泉的样子，是比较丝滑，然后味道没那么重。对，像阳明山是硫磺嘛。对，这个味道没那么重。哦，今天我觉得今天天时地利人和，因为天气凉凉的，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，刚刚好那个温度。然后这时候又要插入凯哥的那个画面，是不是？对，李是现在他用一个廷威现在要擤鼻涕，廷威你不用做手势没关系啦，我们可以吃你的鼻涕。哦，李是现在拍摄有用到一个很常用的技巧，就是左手右手交换，不然会酸。转换一下，对，转换一下，就跟我们骑车姿势要换一样。对，其实我看李四的影片，就是说李四既然搭飞机也有课表就对了。搭飞机有课表啊？对，你要做主的嘛，对不对？像那时候我去意大利骑车要14个小时，那我就抓1小时到1个半，一定要起来做伸展跟拉筋，不管是不是起来上厕所，总之就是要1小时半，1小时到了就是起来走动，这样做了7组就到了，就7组，7个 lap 就到了，7个 lap， 所以这个样子我们时间会比较快一点。对，对，我这边我现在2个看法不太一样。我的 Garmin Edge 530，我看它现在跟小杨哥好像是还落后3秒的样子，可能是这样。对，小杨哥的那个记录，说实在真的是不太好破，真的非常厉害啊，真的是不太好破。对，那我们就看廷威后续可不可以追上。你说你现在看码表上的是落后的，对，那我的手机的是领先3分44秒，我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误差在哪里。好，这个我们晚一点再看，因为我们第一次这样子做嘛。前面青蛙石快到喽。对，青蛙石骑这边都还不用太急，真的还不用太急。我渔老骑过很多次，我要重复一下，真的不用急，因为渔老说真的啦，过了金财商店才是开始，过了金财商店还有力的话才开始。因为你过了金财商店之后啊，其实后面的坡度是比较陡的。因为你前面肌力消耗太多，心率太高的话，其实后面你会越骑越慢，不会越骑越快。代表你配速就会失败。很多人骑渔老挑战 PR， 就是前面都太快了，太急了。左边这个是青蛙石，青蛙石呢是我们赛德克巴莱的拍摄场地。有真的假的？对，这边是有看过，我看过2次，一次去电影院看，一次在家里看。有一个取景是在这边取景的。我不知道青蛙石要来这边玩的话，汽车不能停这边，要停在前面那楼，然后他再把你载过来。可是说实在，我们都没有来玩过。我大学的时候有骑摩托车来过。不是，那时候青蛙石应该还没有开放这边景区，没有这么漂亮了。它是一个也比较偏天然，天然的景观这样子。然后有一个天空步道，对，天空步道可以坐。现在我们来到5.16公里，12分钟346瓦。这时候是不是开始要转缓坡了？是，正常来讲，会骑车的人这里可能会抽起来。然后再加压一下，然后就会带出一波集团。对，但是我要讲，我渔老的 PR 都是 ITT。哇，对。所以你个人渔老的 PR 是多少？如果是李廷辉今天骑的是左上到顶的话，是64分。哇，64分啊！对，64分也不太容易了。到岔路口是60分，所以基本上你的爬坡能力是蛮强的。对，如果了解我的人，是我铁粉的人都知道，其实我爬坡不算弱。不会太弱了。渔老左转60分已经算是非常强的水准了。大概我们坊间就是说65内就叫 Pro 了。对，65内。可是5岭一直没办法破3，这也算是华语车坛的悬案。这个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功课，要磨住我的性子。对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不过我给你的建议啦，是，就是顺其自然。对，我们顺其自然，持续享受骑车，这样最重要。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那个成绩干嘛，其实也不太是重点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幸运的人，对，已经是幸运的人了，不要奢求太多，是，顺就好。对，我看起来现在已经骑了13分半了廷威还没有开始喝水那目前他的 AP 是347瓦，有越来越加压的趋势是，对。那昨天你们睡了一晚，你有了解到廷威的这个体重大约落在？其实我昨天都没跟廷威聊天呢。很少聊天，就是直接让他沉浸式在这个挑战这5万8 10万块大红包的挑战。10万块其实基本上是说我不想当人家的电灯泡。是，对，好是。昨天下午我们到了内湾之后，对我就不要当别人的电灯泡了。对，这么贴心，他们就去逛那个坚持内湾老街。那我自己逛完内湾老街，然后就昨天也没有聊天呢。
对，它大概对啊，你问到一个很问题，就是田伟体重到底在多少？对，我们可以事后再求证他一下。不过我认为他最近好像有瘦一点。我这样目测大概68吧，有68是？差不多68吧。哦，目测了，因为他前一阵子环伯恩湖操练下来，应该有变瘦一点。对，现在均华如果是将近350，68公斤，哦，7530，哦，那差不多要推5呢。啊，对，要推5以上哦。而且今天是有点，我们这样看起来是有点逆风的感觉。哦，但也好在刚好我们廷威用全套的空力配备来应战。对，有破啊！前面那台小发财阻碍了我们的去路。小发财，不过没关系，小发财这时候其实像小发财这样，他反而会帮我们挡到一点风。对，他们要挡，对，可以有时候会善用一些车帮我们挡一下，善用啦，也不要。可是我还是建议不要去吸车子。对，你知道我之前在泰国摔车吗？有知道，就是调卡车啊，就是调卡车去吸大车。所以我是一律建议不要吸车子。因为车子的它突然停刹什么，我们单车真的反应不及啊。也不知道，不要耍帅了。对。其实如果集团里面有人想去吸车子，通常都会被我骂。对，因为这样子危险。但是你想吸，如果后面吸了一狗票人，让队友吸，跟着你吸，那不是造成大家危险？是，对，责任重大。对，因为你是第一台，因为你是第一台。对，大家会找第一台。对，换右手，你可以换右手。好。怎么了？停的地方叫他们开快一点。好，对，挡路了，补给车不要挡路，好，那现在我们这个过了纳罗嘛，纳罗全家是，那间纳罗全家是24小时的哦，真的？对，24小时的，在这种山区竟然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，太幸福了。应该是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台湾人真的很幸福台湾人无论如何，你光干妈点多就赢了，真的。对，像你有去过欧洲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欧洲是几乎没什么干妈点嘛。我真的有吓到，我有想过，如果一个人去洗，你难免会遇到车子怎么样，或者是补给品真的少带，真的会死人呢，会饿死呢，真的很可怕，真的会饿死人哈。而且如果你稍微运气不好，你骑得深山一点的话，是真的不会有人经过呢，会有饿死跟渴死的风险。然后我们看到第2条脊椎。哇！我现在看到 Strava 这边有领先10秒了。好，对，我看起来是要以我的 Garmin Edge 850为主，我不知道手机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觉得用 Garmin 会比较保险。对，因为它是Garmin Edge 850。对，那最近有一个消息，我是比较担心一点，就是关于 Garmin 跟 Strava 在吵架的问题。哦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我是希望和气生财。其实我觉得不会怎么样，因为这个是鱼帮水，水帮鱼。期待啦！我们希望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无法想象，没有 Garmin 我们要怎么活，没有 Strava 我们也没办法活，少了你我该怎么办？2个我们都缺一不可。真的，我就讲昨天我发生的事情就好，好不容易刷掉了一个 KOM， 竟然没有出现，就可以让我一整天无心工作。你就知道Strava多恐怖。对，就像李斯跟女朋友分手，好像也没有这么难过。差不多，真的哦。那个昨天那个一整天无心工作一直在想要怎么处理Strava KOM的事情呢？对，写信呢？写信就对，还写英文信就对了。对，我们动用了科技的力量，ChatGPT 帮我写这个 KOM 的申诉信。所以你是以前你写英文信的话，都是用 ChatGPT 就对了。对，我们要善用科技的力量。很多人说 AI 会取代我们，其实我们要跟他做朋友，要善用它的力量，还是要善用 AI 的力量。好了，回到正题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能没有 Garmin。跟不能没有 Strava 都不能没有了，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对，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全部的一部分了。这一边就过了纳罗，又开始爬坡了。前面左边有个岔路口，去通往数码天空，不是数码宝贝哦。你是有骑过吗？我骑过，真的，而且我拿到史上第2，真的，我史上第2。第1是谁？你知道吗？谁？赤焰侠。燕赤霞燕赤霞你不能把前辈的名字讲错。燕赤霞还是杨宏明，就是他有2个账号。燕赤霞就是杨宏明。对，总之就是他。他第1，我第2。说到燕赤霞，我们现在领先燕赤霞11秒。是。对，所以不错，代表如果田威可能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内，也该领先燕赤霞啦，应该要刷到了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啦。所以那个很陡吗？我没骑过哦。很陡，非常陡。你可以不落地吗？不落地就对了，就是靠上去。那路况怎样？路况大概就是水泥路。水泥路就对了。
我知道了啦，就是离谱那种感觉啦，就离谱而已啊。离谱的感觉，但是它要比离谱再陡一点点。哦，比较长啊，它6K哦，它6K哦。哦，这是哎，李廷辉现在选择绕外圈，这个是我们很知道的哦。可是现在稍微被前面挡一下，不过没关系。所以他刚才有利用稍微缓坡的时候，有外内外啦。对，外内外。所以爬坡有外内外的，今天学到的。因为要重力要利用惯性荡进去，荡进去。哦，利用惯性，荡进去，你的速度就不会掉。用荡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观赏到台湾顶尖的选手的爬坡，是，真的是收获满满啦。摇滚区，超级摇滚区，现在领先17秒。目前累积总时间是多少？19分53秒，将近20分钟。也就是说将近20分钟了哈。350瓦，所以停位功率还没有掉。不过 bad news 是有一点逆风。没错，有一点逆风嘞。哇，会有点逆风哦。这个山区的风有时候比较难掌控一点。是。对，不过这个反正我们就只能顺其自然啦。对。哦。我相信廷辉这个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，对，因为他是征战到欧洲的选手，对，不会去抱怨天气，对，而且只是个 ITT 啊，这时候转平路了，这时候平路会骑的人会在这边加速，打重档加速，对，哦，刚刚有听到声音哈，好，有听到他声音哈，重档了，廷辉现在还是小盘，哦，打重档，对，哦，这个看廷辉踩踏是很铿锵有力的踩踏，对，好，目前呢。我刚才印象以来，开机以来到现在快20分钟，廷辉都还没抽车，还没抽车，他可能是选择坐着踩的。对，其实坐着踩就像我们跑步一样，找到自己的节奏很重要。对，然后前面有2只小狗狗，我推测那是2只小狗狗，啊，没什么事。这2只小狗狗蛮乖的，小黄蛮乖的。其实你在山区哦，遇到狗不会怎样，很多人都遇到狗是问题。哎，李四关于遇到狗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就是无视它，举起我的。你这个看法非常好，你也不要想去踢它，我不要去踢它了，你就无视它就好了。其实就是不要确认眼神。对你不要跟他确认过眼神。确认眼神的话，人跟狗都一样，对，会有点麻烦，对，会想要飘，会想要你想要干嘛这样，会有那种想法。那狗也一样啊，你瞪它一下，它会觉得你想干嘛，那种。就会有问题，是，所以就是无视啦，无视就是最好的方法。你也不要很害怕，因为狗呢，我的看法，狗会知道你的气场，真的，对，他们有一个见闻色，对，他会知道你现在在怕他。对，人善被口欺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也不要怕他啊，你也不要太很激进，哦，这样子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哇，今天逆风还蛮大的，我现在看起来风有从山上往里面吹的。感觉不会，这是给我们国家级的考验。对，现在又转平路了。等下前面有个小隧道，对，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，到了隧道通常要几分？以我们乡民而言，如果是乡民，你到隧道可以在30分内，其实都还算蛮不错的水准。但是如果像廷辉今天要破纪录，大概要25分。25分内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23分。对，23分。我的看法就是到那个隧道，看到隧道有25分。然后后面不要有太夸张的掉速，就会破了，就可以破。那我到这个隧道最快，我记得是27还是26，忘记了。从坚石大桥开始算就对了。非常硬哦。对，非常硬哦。通常有时候稍微状况不好，靠右，车子要过。大脚。因为我讲过嘛，就是鱼老，其实你前面太快，很容易后面越骑越慢。对，因为没得修啊，他完全不给你修的。对，好，来到隧道了，我们大概是23分过隧道，非常快啊。非常快，真的很快。对，25内是非常顶尖的水准。因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小杨哥。对。过这个隧道还有一个，你要用最新的码表，不然你会被 GPS 讯号要够强。是。因为最新的码表，它 GPS 讯号的技术有更强一点。没错。对，过这种明隧道，这叫明隧道。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叫明隧道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要防止落石，它是硬盖出来的。等于是遮挡啦。对，等于是遮雨棚的概念。它不是隧道，它就是明隧道。所以我们台湾很多明隧道。对，就是那边落石比较多，会明隧道。可是像如果遇到那种花莲那种超级大地震，明隧道挡不住。那一定的。现在上次花莲真的有人困在明隧道里面呢。对，太大的话，明隧道也是会挡不住。好，我们现在这边开始隧道过后，基本上过一半了啦，9.5公里了啦，351瓦，领先14秒，哇，还是有点拉锯哦。有。
小杨哥真的也不是等闲之辈，真的非常夸张。小杨哥的57分28秒真的非常高，所以我才敢开价嘛。对，因为真的是不容易。没错，不然我自己来骑就好了。我自己来骑能看吗？就如秋哥开场所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下一句无钱便做推磨鬼。哎，首次抽车，哇，转换了。对，转换一下机群。好，一定要，因为确实其实已经过半了，确实累，有点累了。好，要稍微转换，稍微转换一下机群啊。啊，这边过后还有一个桥要右转，然后又会稍微平一点。没错，这其实我们都很熟了，都非常熟，非常熟，非常熟。我们对于老是很深的感情，非常爱，我非常爱骑于老。那可是只是于老有个缺点，就是职业选手不喜欢来骑。为什么？就是太远。哦，王子病太多，他们都在台北居多嘛。哎，对。对，然后台北过来就搞了，所以这次才要特别安排。我们前一天住内湾嘛，然后好好的来刷鱼老。我们期待啦，鱼老还是常有人要来骑的，一定要啦。包含如果这次如果我跟廷威还有包括李斯我们这样合作愉快的话，下一次我们去屏东啦。好，北大武。像屏东北大武，我人生活到今天34岁，从来没去过。那个绝对要去北大武圣山，北大武也是很有代表性。听说是有爱玉，是不是？那个是神山哦，不一样的地方。神山跟北大武不一样。不一样。那北大武骑多快也是我们很想要寻找的答案。北大武以前的故事是这样，就是有日本人来刷登山王，对，然后霸榜了很久，然后后来洪坤宏前辈才把他刷掉。那北大武昨天有一个故事传出来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好像有看你的区段有 po 那个何家豪吗？对，何家豪现在刷到第2名，35分出，不简单。对，我们还是持续努力啦。小杨哥是34分多啦，可是何家豪说实在还是该打屁股。因为小杨哥的34分多，他不是直接靠到北大武，他还往前靠。他的配速不是北大武配速，是靠到底的配速，还要再将近20分钟的配速。OK， 那不一样不一样，那个想法都不一样。何家豪，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人家都这样让你所以代表小杨哥的那个配速真的是很恐怖。那当然，所以我们是很感谢小杨哥，帮我们树立一个门槛在那边。没错，我们才有办法追随嘛。对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就是想办法去追随嘛。只是说，因为燕赤霞他就是个隐居的人物，对，所以小杨哥最近隐居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出来持续撂上台面嘛。大家还是想要看高手骑车，所以我们才会持续出来搞事情，互相刺激求进步啦。虽然是逆风，可是我们已经领先25秒了。OK，25秒。廷威果然是最强壮的。我的看法，廷威现在在台湾的实力，我认为是达到前所有的境界，这我认为是这样。没错。可是他跟冯俊凯全盛时期到底谁强谁弱？冯俊凯评论一下。到底谁强谁弱？其实你们错过了冯俊凯最辉煌的年代。没错，我真的错过了。冯俊凯连续3届环台赛登山王。有听说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这件事我知道，这是台湾重大历史事件呢。对，重大历史事件，那个真的是我们那时候都是看阿凯在表演的。所以那我们期待廷威可以接棒啊。毕竟冯俊凯已经老了嘛。对，我也老了啊。熟了。熟啊。我也老了，算是年纪大了，真的是有差。就像我这辈子怎么骑都骑不赢李四，年纪就有差嘛。我们是差几岁？你今年几岁？我70年次。我80。那就差9岁，对，差9岁啊，所以我怎么骑都骑不赢李四啊，不然 KJ， 我们真是骑不赢，就年纪老真的是会有差别。那所以一定要一代跟一代接棒。李四你下一次你也会遇到40几岁，骑起来力不从心的时候，绝对会。我期待那天的到来，绝对会。那我们就是那一定要下一棒嘛。那球哥，我问一下，那你骑到力不从心，有点会怀疑自己吗？绝对会怀疑自己。会想念30岁强壮的自己吗？会，绝对会，绝对会想念黄花洞放双手过肩的画面吗？当然，就我骑输你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会想。对，那可是后来学会放下。对，是因为你想了也没有用。这是我们的课题。对，这是我们的课表。真的是我们就是个动物嘛，就是会老嘛，人都会老嘛，谁都会老。哇，现在已经领先30秒了，哇，已经渐渐拉开了，354瓦，平均功率还在逐渐拉高呢。目前来到我们渔老的中继点。金财商店，等一下就要经过了。通常金财商店是一个门槛，也是门槛。乡民呢会在金财商店休息。对，如果带妹子来的，基本上会停。会在金财商店休息的乡民底下留言。那我们的标准是要不落地的。当然，这是爬坡能力的展现了是啊。对，那金财商店我们没在停的啦，通常没在停的啦。
没在停，没在停，真的没在停。你菜的时候有停过吗？有停过。哦，菜的时候它的沙士非常好喝。你菜的时候是几公斤？菜的时候，我刚骑车的时候75哦。哦，75，那时候就爬鱼老了吗？有，那时候就有不自量力来爬了2个小时多。然后有落地吗？有。啊，有牵车吗？没有牵车，但是有落地。哦，所以谁没有过去？而且我落地几次？3次。然后国踹。非常可怜，在路边看着那种一直往上骑不落地的车友，非常羡慕，露出羡慕的眼神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当然有，我绝对有。我一开始在骑车的时候，3公里就要休息一次，爬坡的时候，哇，这时候平路还可以加速，就代表非常强。这一段精彩上面，我的骑法也是这样，我会站起来狂抽，站起来把均速拉起来。对。好，这边有稍微修路一下。好，我们按一下了。哇。行了，好，哇，这要加劲，好，我们过了精彩商店，现在11.3公里，时间过了，不到30分钟哎，不到30分钟，哇，超级快，30分钟刚好，30分钟超级快，真的超级刚好，然后领先42秒了，哇，已经领先42秒了。你在赛前你是预估停位是骑几分？你是说到精彩商店吗？不是，我说到鱼老。我的感觉应该可以57出头0几秒这样，57.0几秒，现在是57.0几秒，对，现在是56开头了，现在是我的感觉是57.0几了。对你照的时候要避开后照镜，好，我们这部影片是最主要让大家踩台用的，沉浸式踩台，真的很沉浸，非常沉浸的，我期待今天这部是史诗级大作。绝对是史诗级大作。2024年底我推出鱼老这部影片的时候，跟小杨哥鱼老这部影片的时候，李是你是不是有吓到？我真的有吓到。有被娱乐到吗？有，非常娱乐。我也是彩台在看，非常爽，非常爽。就算没字幕还是很爽哎。然后我们我们不能停滞不前嘛，我们期待这次我们强联手，然后我们再做出一部史诗级大片。我说真的，那一年你跟小杨哥这样拍完哦，那个虽然没字幕，可是我们有骑过鱼老，懂那个感觉跟这个画面有多难得。所以看得非常过瘾。那今天整个大升级，强4个强联手，加上收音，加上后置有上字幕，这个品质绝对很高的。对，绝对是可能我们就是期待让华语车坛的车友变成全世界最屌的车友。我觉得搞不好那个什么 GCN 都可以下来按赞的，可能看到会按赞。GCN 我就问一个问题 ，GCN 有没有看过环法21站？好像没有。GCN 为什么你们不敢追环法21站？要连续哦，对，连续，而且要当天上片了。重点是你难的地方是日更有字幕非常夸张哎。是，这工作量是很大的哦。我们持续努力了哈。其实我看起来，这是我从李四身上学到的，只要有创意跟热情，我们都有无限的可能。哦，谢谢。你说自媒体到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是，你可以走到今天这种程度，包含各方面，是不是都就是你无法想象的？很多时候，最多乡民最喜欢问就是你会不会没梗？会不会怕没素材好拍？我都反问他说，那是因为我今天时间不够。其实我超多东西可以拍，只是时间不够，能力不足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持续在这个圈子有投入有绕，对，那自然你就很明白说你想要拍什么，方向在哪里。所以很难想象只要一台小小的摄影机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展现我们的创意了。真的，包含现在这种画面，这是在我们以前10几年前骑脚车是无法想象的。以前只有什么1080P，根本没有，以前真的没有。我们是从 Feature Phone， 就是不是智慧型手机骑到现在的。以前也无法想象骑车，以前骑车光可以录影就超屌，拿台 DV 就可以超屌。没想到现在可以让全程来看，所以现在车友是越来越幸福的，而且还有实刷把这么多东西可以玩。对，现在已经47秒了，33分，平均功率356啊。今天是星期三的早上嘛，在星期三的早上也是陆陆续续看到有车友上山哦。这是我觉得现在遇到平常日也会有车友，前方这位车友有穿卡鞋，我是检查。其实现在，而且我看到现在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平常日呢，其实还蛮多车友会骑车的。平常日的话，会啦，因为我认为脚踏车是一个门槛稍微高的运动，所以蛮多车友都财富自由的。不是没有啦，应该是说其实法国也这样。对，也不一定是财富自由，就是每个人有空的时间不一样，也不一定规定要平常日上班。当然。对，甚至有的是在家工作的，比较闲的，因为时代在改变嘛。就像我个人也是喜欢平日去骑远一点。对，你平日几乎也都很好约啊。对，因为平日我比较放松，比较喜欢骑，因为也车少嘛。对，平日相对车少。对，
哦，前面即将来一个左弯的跑夹，那个左弯跑夹蛮陡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非常危险，蛮多人在那边摔车的。那怎么说？因为它以前的时候反光镜几乎是糊的，它的那个弯呢非常死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非常死。然后那个反光镜早期是糊的哦，现在已经变干净了，哦，所以这边蛮多摔车的。哦，爬坡摔车还是下坡摔车？我下坡，我就亲眼看过很多朋友在那边摔过。当然我没有了。我们李四的下坡技术算蛮强的。风之谷。我们经过了风之谷。好，现在时间来到了35分，平均功率356瓦，功率还是要 hold 住领先50秒。hold 住，真的没掉哎。领先50秒，现在有点开始还是56分水准。前方看到这位车友，这一定要讲一下，全身 PNS 车衣。好，这件 PNS 黄色车衣我也有。哇，还有白色 PNS 车裤，这件白色 PNS 车裤也是我喜欢的。好，谢谢这位车友，这位车友是不是特地来看我们的？应该是。可是他太晚出发了，对，他等一下我们山顶结束了，说不定他还没骑到，所以他配速错误，他的计划失败了，应该再早半小时出发。对，没错。不过这是我是想看到的，就是说我们期待李四，我们一起努力了。当然，我们下次搞一个活动，全部渔老都站满了，这是我们期待。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离这边还有很远。我知道我们还有很远，可是至少今天看到了3个。对，好，3个总比没有好嘛。而且是平日哎。对，我们期待来这边做。这个是我去法国我想要带回来的东西。哦，大家去疯脚踏车，疯到就是很浪漫这样子。哦，然后为了只是看那个一眼瞬间，然后来这边山里面等。哦，这个我相信李四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一起去看环法。是，你绝对是会一直高潮。我非常害怕，对，非常害怕，尤其你是艺高潮体质，那个法国现在绝对是站满了人。好，哪一天呢？李四，我们做梦啦，我们要骑普卡恰来骑渔老。哦，好，持续。普卡恰来骑渔老，这边总该站人了吧？这个绝对是站人，连新闻台都会来。我跟你讲，全台湾车坛的人应该都要出来了吧？我觉得连 ESPN 那些都会来了。期待啦，我们期待嘛，我们做梦嘛，好不好？做梦，那你知道怎么请普卡恰吗？我教你，对，那你要怎么请？你就先开价1000万台币，他不要的话，那就2000万台币，2000万台币不要是不是？3000万台币一直往上加，直到你点头同意为止。一定有机会，因为最近台股涨得很夸张。好，那普卡恰不行，那我们就 Vingegaard， 好，类似，甚至说实在，普卡恰或 Vingegaard也许太远的话没关系 ，Lipo 位置，那种白山啊，或 Arrestman。就是类似稍微，其实他们爬坡能力都差不多，都很强啦，都很强啊，只是没这么有名哦，还像现在没这么有名啊，比较容易骑嘛。哦，我们期待是这样，哇，给我这样，还有这一招就对了，先用盾的，要先盾大扭力啊，大扭力这我们学到，357瓦领先53秒因为目前这一段，我的印象中12K 到15K 都是比较陡的坡，大概都是8到10%。然后15K 过后又还会有平路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。哦，那段平路又可以再加速一下。对。所以这边田威喝了，这是第2次水吧？对不对？其实他们都有精算，而且只喝水而已。他也还没吃胶呢。其实这个5几分钟强度这么高，要吃胶也是蛮辛苦的哦。对，就是说实在的，就是你要精算，尤其你 Strava 有在计时的话，吃胶都绝对会省秒数。会影响到。这间臭豆腐有吃过吗？我吃过。这间臭豆腐蛮好吃的，对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对我的补给车真的很不谅解，都不大脚，这个时候大脚超过去了，这个都是太客气了一点。来，现在我们来到了13.6公里，38分，平均功率357瓦。嚯，还是没有掉哦。重点不是没有掉是有往上加呢。有往上加。刚刚出发大概将近350，现在已经300+6了。对。所以你看，我才赶早停威嘛，它的程度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。这样就是对的，因为我们老司机就知道，这后面能够加瓦才是重点。对，而且看他还是游刃有余。其实看他现在还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其实停威也理论上也骑得好啦，都职业选手了，职业选手当然骑得好啊。这时候我记得这个会有一个平路，下坡过一个小桥，一点点平路小桥，然后再转一个上坡，这时候。要把速度带起来，然后有那个惯性出来。是。前面右边这台货车停很久了，但不知道怎么了。对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外内外。高级动作，贴墙，高级动作。
高级动作，哦，这个我们要精算。其实爬坡在速度而言，就是绝对是缓坡要快。当然，对，缓坡快比较重要，因为缓坡快，你有那个初速进下一个陡坡，会更快。这个我们用嘴巴讲都很简单啊。我们来到路牌14K 了，余老大概是19.5K 过一点点。对，所以我们剩下5.5。超法的区段是20K 了，那个是以前 GPS 不准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它是以前 GPS 不准时候量出来的，其实实际距离没有到这么长。这我算过是这样，大概19K 多一点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快40分，领先1分钟了。超强，1分钟超强的呢，超强哎！因为其实我昨天也在研究小杨哥怎么骑，对，那我觉得他能够赢30秒就非常紧绷了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赢到1分钟，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哎。对，说实在，其实还是有点担心，因为小杨哥那个57分，对啊，真的是蛮。我昨天有研究啊，各路段他都没掉速，还加这样子。对，你是看Strava研究还是看我的影片研究？Strava。哦，你有去翻看他的Strava来研究，对不对？对，轨迹我都有稍微看一下。对，他看小杨哥在骑，他那种平路都非常快。他平路你看他影片中是狂抽。哎，对，他影片中缓坡跟平路是狂抽的。对，尤其他会用很快的初速进下一个陡坡。对，这是我们嘴巴讲容易啦，那实际在做那非常困难，那个酸的。因为实际在做的时候，大部分人会颠倒，会爬坡很累，然后平路想休息。对啊，缓坡想休息，那身体都乳酸啊，要怎么加？加不起来啊。不过今天真的是很凉哦，现在已经有点微凉的天气，非常赞，非常适合。所以要破PR的话，要秋天。对，夏天太热。对，所以我衡量就10月刚刚好，趁着。而且台湾的夏天是湿度非常高的，湿度高绝对会表现。湿度高表现会非常不好。那我跟你讲，有个地方湿度更高，哪里？马来西亚。哦。马来西亚有感觉，所以没事不要去什么新加坡、马来西亚那种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没事不要去马来西亚骑脚车，没事不要去。可是我昨天刚看一位朋友，化学超男子，他去马来西亚骑脚车。哦，化学超男子我知道 ，Alan 嘛 ，Alan 他骑260公里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个260公里跟台湾260公里不一样，非常难骑。马来西亚100公里就要爆了，绝对爆掉，绝对那不一样，甚至50公里就要爆掉。100公里就要喝5瓶水的意思是？超过可能50公里就要爆掉。除非像 Evan Away 不知道会不会看这种旷世巨作。像 Evan Away 他们就很习惯马来西亚的天气，所以他们来台湾应该是相对舒服。是评委现在嘴巴张开，不过看起来一切还在他的掌控之内了。有，刚才我有听到廷威的全勇的声音，已经领先1分09秒，还在持续拉大中。我们今天平常日好处也是几乎没有车，几乎没有汽车，所以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相对一下。我们现在时间来到42分，领先1分09秒，平均功率358瓦。有机会360瓦，前面右转就可以休息了。蓝富贤，我朋友啊，蓝富贤，不要照听我讲，那个应该是蓝富贤哦。我们很难得看到蓝富贤。那我跟你讲，有个地方一定看得到蓝富贤，哪里？在那个李洞山庄附近。那里我骑过了。李洞山你也骑过？对，你跟关羽骑过嘛？对啊。你跟关羽有拍，而且你有拍片。有。对，那边一定看到蓝富贤。一定哦，这么肯定哦。对，通常都看得到。推荐各位朋友，秋哥这边挂保证啊，想看蓝富贤，请到我们李洞山庄。对，这边有点转平路，哇，这个很快哦，这个非常快，非常强，哇，这个刹车真的快，哇，而且吃的很极限哦，高级动作，贴着高级动作，摇滚区，非常空力的姿势。这是廷威最近他骑好，这时候他会找一个外内弯，这绝对会来个外内弯。我操，这真的是帅气啊！然后准备这段平路完之后，准备会前面有一个比较陡的，我们以前叫纽泽西护栏，16K 处。是，你会不会前车遇到？你会不会前车？那边很关键。以乡民的角度而言啊，没错。对，乡民通常那边会，或是要落地休息。你第一次骑的时候在那边有休息吗？我第一次骑的时候有都休息，然后拍照，拍照。所以你的理由借口是拍照，也不是，因为真的骑不上去，真的累。我跟各位分享，如果你爬坡爬到想要休息怎么办？你就停下来假装机械故障。是，你就假装这个链条是不是哪里有问题，在那边转圈圈。就说我不是累了休息，我是脚踏车有问题啦，或者是故意在那边摸轮胎。各位学到了哈。
哦，通常是要面子挂不住吧？这是骑车18年来的精华嘛？哦哟，对。可是当然，我们已经可以不用落地休息很久了啦，我们慢慢隔也可以隔上去。现在时间来到了44分，领先1分11秒，还是有逐渐拉大哦。然后15.6公里，剩下大概不到3公里就到了哦。我们前面即将要爬那个纽泽西护栏，那前面遇到左边那位女生是我们的第2条脊椎。今天很高兴啊，第2条脊椎也来了。哦，纽泽西护栏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个左转法交弯上去蛮陡的，蛮陡的，大概700公尺，11%，700公尺11%，差不多。哦，那你有研究过？对，这一边呢，就是对，通常这边过后就会缓嘛，所以你可不可以骑得快，这边就知道了。你如果这边隔的话就没有用了，这时间就跑掉了。正常来讲，这边你要有还有余裕说可以配速骑，然后到最后3K 能够放感情骑，这样你的余老配速就是完美的。哇，好，所以这边700公尺，对，差不多700公尺。700公尺，然后后面还可以平路的话，后面3K 就是比较偏丘陵爬坡。那后面3K 如果你可以放感情，不太看码表的话，那就很成功了。哦，这是你骑到状况好的。对，我那时候就是差不多也是这样骑。我们通过足60 16K， 所以余老基本上就在足60 16K 啦。哦，那李四，所以你足60一直往下走是秀峦嘛？这你很熟嘛？对，郑西宝嘛，非常赞。其实我必须感谢李四，我跟你讲，你当初你拍过郑西宝的影片，那在我老司机的眼里，郑西宝是要休息的，没想到你影片居然讲说这个 tempo 要练 tempo， 郑西宝是一枪啊，一枪不落地啊。哦，我那时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有这种骑法哦，一枪不落地的骑法。所以你们以前没有这样玩吗？没有这样玩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们以前说这个训练观念本来就会一直进步的。所以以前早期你们很爱停，绝对好，余老一定会停，因为要等人嘛。哦 ，OK。对，然后后来所以才发明了一枪郑西宝。那我问李四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骑过一枪司马库斯？目前没有骑过。李四，一句话，敢不敢？要不要？一枪司马库斯啦，3小时06分 ，Strava 登山王邱敏杰。有，我看到了。有看到？有点兴奋，有点兴趣。哇！尤其看到你大胆的抛出你的记录，我就有点兴趣。其实我认为是这样，我们抛记录真的是算是抛砖引玉。本来就是啊，我们不怕被刷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想法很重要。对，就是你不能顾在那个位置那边站着不走啊！我也不是世界无敌。对啊，我也43岁，好，李四也30几岁，哈，也是那我们都会老，好，我们现在年轻下一代接班，那 Strava 它就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勇于抛出就是抛砖引玉嘛。那今天也许廷威余老骑出一个很神鬼的记录，那2年后呢，还是希望有人来破嘛，总不可能停滞不前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目的嘛。像我看起来，台湾可能就何晏仪有机会。何晏仪，对，来，何晏仪有没有兴趣上通告？对，何晏仪来余老的话，蛮有看头的。没有，何晏仪就是屏东了。哦，也可以，我们去屏东啊，对，洪门啊，神山啊，洪门德文啊，其实屏东的北大武山，我还是想留给廷威，是，北大武太神圣了，我想留给我神圣。对，屏东北大武山是屏东车友的圣山，包含也是我心中的圣山，所以我想留给我最爱的人廷威。来了，这里可以转了，这里要开始旋了，这边开始要平路了，平路丘陵。对领先1分20秒，所以刚才那个陡坡廷威又把燕赤霞给拉开了。来这一段我是不知道廷威大盘多少了，这段我都可以上大盘，如果有力的话。他果然上大盘了。对，这段有力会上大盘。对，这段如果可以全得出来的话，会速度会就很成功哦。我们今天是与廷威全程独咖哦，我们是公平的竞争。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那个燕赤霞上次是独咖嘛，那这次我们也要独咖。前后完全没有车，顶多是跟拍录影而已。对，好，刚才回到那个，对，目前看起来台湾呢，廷威跟何晏谁比较强？这个我们也是想去寻找这个答案。所以接下来全运会就可以知道。全运会那个路线非常的虐哦，云岭之丘吗？我有骑过，你有骑过云岭之丘？而且那个万年峡谷那里非常的可怕，刁钻。你是参加 FTR 的比赛吗？对。所以你有骑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他不是直接爬云岭之丘啊，他有绕圈啊。对，他先绕圈爬坡绕圈啊，一直靠，一直筛选。对，筛选完剩下的精英才要面临云岭之丘的挑战。对，所以以廷威现在余老这个爬坡能力，虽然我们能看到虽然很顶尖的啦，当然他跟何晏谁比较强，这我们也蛮想知道的。很快，下礼拜就知道了。对，下礼拜知道。对。好，我们这边17K 刚过路牌17K，
现在49分，357瓦，领先1分29秒。哎，现在已经是55分开头了，50分尾啊，太夸张了， 50分尾。好，1分31秒。这一段还可以，这个速度是我无法想象的，真的无法想象，而且还逆风哎，这个是世界级的水准，真的还逆风哎，台湾顶尖的水准了，真的是我们怎么说？我们开眼界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啦，李四，我们就是用这台摄影机带着大家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嘛，这一般人看不到这种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刚刚一开始节目就有讲，这真的很可能是世界级作品，我们绝对是世界级作品，这个我都觉得 GCN 搞不好会来偷看。GCN 欢迎偷学啦，搞不好来偷看。哇，对对对，他如果学你就真的成功了。没关系，好，那 GCN 好就欢迎偷学嘛。那如果你不学没关系，改天我请到 Pokacha 来骑的话，保证你来看。哦，我们期待了嘛，我们持续做梦嘛。我们因为看起来都有无限的可能。哦，那我们骑脚踏车的人呢，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一点，天生浪漫。李四应该也是个蛮浪漫的人嘛。这要问过去的那几位。哦，那想象力丰富，其实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每天都在想东西。是哦，脑袋会一直转，这我相信这是我跟李四共同的现象。没错。哦，你睡觉前也会想，睡起来也会想，真的，脑袋会一直转。包含这次我跟李四发这个通告的时候，李四就一直找我，好，李四就一直想要怎么搞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希望把品质做好。对，我们希望那在做的同时，就会脑袋就一直转，说，要怎么弄这样子，对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区段是挑战左上哦。对，挑战左上，我们左上才是纯的啦。对，就是左上还是纯的，没错。通常我也是建议大家骑左上，因为左上比较长，以训练而言，左上比较练得到。而且左上才主干道啦，就是路是那个叫什么足60是不是？对，足60。对啊。对，足60就是主干道，那比较长。当然左上也比较虐。那右上呢？其实右上比较陡，其实右上比较危险。是因为它就是单行道，然后有打滑的风险，有时候地湿的话会打滑。那你知道什么情况会骑右上吗？就我而言是计时的时候，18区段的时候，就是正常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哦，出发前想骑左上，最后骑右上，就是他配速失败。其实我还知道一个现象，我还有一个现象，是一个那种等级，他也会临时决定骑右上哦，因为他发现左上靠不到登山网，右上靠得到登山网。所以我刚才就讲嘛，计时失败的人就会突然会右上。是一个，我有说中你的心声吗？其实我们脚踏车很好玩啊，我们脚踏车就是一个勾心斗角的运动，所以彼此心里在想什么，其实我们都知道。对吧？它就是一个勾心斗角的运动，我们就知道，哇，平会醒了，可以吃鼻涕。我们要讲有在动脑了，有在动脑，它本来是一个勾心斗角。对，现在时间来到52分。哇塞，太夸张了，这里52分。对，哇塞，领先1分40秒。这里52分很夸张哎，非常夸张啊！果然，请出题，果然是于老表演赛啦哦。真的是有到表演的效果，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无钱变做推磨鬼。我也是推磨鬼啊。对，譬如说我的观众付钱给我，我推磨给他们看嘛。一定。对不对？这本来就合理嘛，市场本来就是这样嘛。哦，这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。资本主义的社会，改天我希望也可以请到Pokacha来做推磨鬼啊。没错。哦，甚至我昨天那部影片，我不是表演凸跳吗？对。说实在，那个凸跳跳得有点烂。我想要请Martin van der Poel表演凸跳给我们看，不够高。对，说实在的，好，那我至少，改天希望可以请到Martin van der Poel或沃芬纳他们等级的，或Tom Pidcock，表演凸跳给我们看。那你知道台湾我觉得目前凸跳谁比较厉害吗？谁？叶轩佑。好，那我就找叶轩佑，简单了，叶轩佑便宜啦。台湾凸跳王，没有看过他凸跳，因为他登山社是起家的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他凸跳应该是很强，他的技巧跟凸跳这些都很 OK， 我都看过了。你都看过？对，我都看过。哎呀，不早讲，害我那个班门弄斧，关公面前耍大刀。我跟他下过一次坡，我就知道这个人真的厉害，技巧方面非常出色。技巧包含他也会 track stand 啊，他会定杆啊。对。好，那下次请他表演，因为上次我们时间不够。这边岔路口快到了，现在53分40秒，平均功率357瓦。这里是传说中的19K， 好，这个岔路插上去就剩下800公尺，870公尺。这个岔路是很多乡民的一个指标哦。
啊，怎么说？有些人会因为这个插入也有个计时点，到这里。好，那有些人会用这个来做一个，比如说 FTP 的测验1小时的，或者是5岭的能力评估标准。对，所以说你是说到一个重点 FTP 啊 ，Functional Threshold Power 嘛。对，其实 FTP 很简单，你就来鱼岛。对，没错，真的很简单，就是来鱼岛。以前书上是说什么20分打9折，哦，说实在不准。其实我觉得我是1小时派的，对我也是1小时派，而且我是上路派的。上路派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欣赏一下我们的作品。拳很多给我们，廷尉。拳呢？拳很多给我们。剩下最后670公尺，670公尺哦，廷尉，领先1分53秒，这个是55分开头的水准哦，357瓦，太夸张了，非常强。我们今天终于见识到台湾顶尖的水准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廷尉坐姿，你看他坐很前面，有没有？后面椅垫露出来很多。对，所以爬坡坐前面是有帮助，尤其是这种最后加压，你看他的上半身，一直往下压。最后在靠的时候，对，最后在加压的时候，绝对是这样子骑。所以你也是会这样子骑的人。如果我要刷区段，最后500公尺几乎也是这样蹲，然后在最后150的时候再用站起来抽。150的时候，我觉得150可能还太远。对，要看啦，缓坡可以啦。150有时候全部在到。对，没算好的时候会很尴尬，剩50公尺掉那个垂头，剩50公尺垂头。其实150公尺很远，对，很远，要100公尺差不多。要说那个要缓坡那种啦，缓坡加平路的那种，最后终点的时候。对，这个前面其实也是算是平路终点了。这一段大概1公里10%。差不多不到了，900公尺左右了。有这么坡度这么高？有非常高，我都研究过。哦，这段如果顶尖选手都还能骑在4分钟内，3分多就骑完了。就单靠这一段的话了啊。对，单靠这段很顶尖哦。这段你要3分多骑完，代表超有力的，你前面要保留哎。我们现在时间来到59分，不过不是56分，不更正50。不过我在56分不是真正计时点，我刚才忘记按到 lap 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剩下最后300公尺。剩下330公尺，廷尉可以全了，还不行啊，还不行，含着，要围含。我们现在来到我们频道最重要的农业考察的单元，右边那个是姑婆芋吧？右边地上很多芋头。球哥，你国小自然是不是考100分？我乡下人啊，来，剩下230公尺。全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看起来今天破 PR 是稳的啦，真的是非常强。而且是大破。我们谢谢廷尉啦，帮我们树立一个很优秀的典范。当然，希望还有年轻一代，现在正在看影片的，最好是10几岁的，最好10岁以下的，有天才的，持续以廷尉为榜样。目标是长大来超过廷尉。廷尉，全了，考了，可以了，全了，抓了，哇！10万元入袋，好，鱼佬刷到，鱼佬完成，56分20秒。趁廷尉缓和的空档，我们来进行最令人期待的抽奖。轮组抽奖名单跟抽奖公式如下图，有205人符合抽奖资格。国家队车衣跟 T 恤，抽奖名单跟抽奖公式如下图，有110人符合抽奖资格。这次廷尉鱼佬表演赛，廷尉有提供8个纪念品，我们让给赛前有超级感谢的观众抽，有18人符合抽奖资格。抽奖名单跟抽奖公式如下图，我懒得拍出实际抽奖流程了，我只能请大家相信我也没必要做票。我们来进行最令人期待的抽奖，3、2、1，抽奖！我们恭喜以下得奖者：邱敏杰的 YouTube 频道9月份的营收是新台币12万元，感恩市场疼惜。为什么一个纯公路车的 YouTube 频道可以收到这么多钱？因为黄国昌立法委员曾经在立法院说过，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叫做邱敏杰，
桃园 Zero Sport 的老板全哥有教我们做生意要把赚来的钱再投入事业，所以我拿着这12万元去 C Down Place 买了一台 Specialized SL8 配 Classify 轮组的脚踏车，去 PANS 台北店买了好几套帅气的车衣跟车裤，去 Street Protection 买了好几顶安全帽跟很多支风镜，去桃园的 Zero Sport 买了一双白色 CX302 卡鞋，又买了一台最新的 Garmin H850码表，又买了 Garmin 功率踏板，又买了 Insta360 Go Ultra 运动摄影机。在买了这么多顶级又舒服的装备之后，剩下的钱我决定拿来赞助台湾最顶尖的选手李廷威。毕竟廷威上次在9650的影片中有说到，他需要钱。其实明年车队也需要资金啊，我可以去参加更多的比赛，我可以变得更强。全部赚给大家，真的对真的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我们谢谢廷威啦，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个人即时表演，说话算话，带着。小心风很大哦，今天风很大哦，全部带着。今天风很大哦。小车哥风很大。来，我这边有一个要求哈，我期待，我希望廷威可以亲我一下。钱拿出来这样。真香啊！我们娱乐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